本来是2周1更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新闻我实在太想要发表。罗浮宫的珠宝失窃嘛，美国电影很奇怪，他们很喜欢拍那个偷东西很喜欢拍偷东西、偷银行、越难的地方、困难的地方，对，金库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会有那种红外线啊，你就是要清宫这样子，要么就是偷银行，要么就是偷银行跟偷艺术品、偷博物馆这样子。所以这次让人家觉得，为什么这次新闻那么轰动，就是觉得，哎，怎么没有像电影演的？就那个跟着楼梯这样子爬上去啊。对对对，那个楼梯好像是自备的，还是怎么样？不知道。那就是建筑工人他们搭的楼梯，他们就是好像有计划好的，然后就弄来了那个背心跟他们穿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让人家会松懈嘛。当然就是说那个漏洞很多。那电影就是说清洁工人，或者是说那个修电梯的啦，假装说他是来修电梯去，就假扮那个就是那个维修人员啊，或者是清洁人员啊这样子。那有的是他们透露出来的。对对，可能有买通啦，这个是猜的啦，真的是很瞎的事情，因为跟我们这个看电影的情节完全的不一样，这样子你知道吗？那因为我曾经也是常去罗浮宫，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东西好像也很好拿的样子，尤其是那个20-30年前，你知道吗？没有像说现在还有很多保护好，它就在你放在你前面这样子哦，你可能顺手一摸，你就真的就容易放进去了耶，就没有做什么保护措施啊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比较大的事情啊，但是我相信应该有。我觉得应该有其他东西也有被偷，没有爆出来，其他东西没有这么大件被偷这样子。那你知道那个蒙娜丽莎吗？其实那个更瞎，就是1911年的时候啊，其实丢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它就是在很多的肖像画、很多的小画的就在那个里面，然后结果就有一个艺术家哦，他是要申请里面就是说模拟嘛。然后他就看到说，哎，他也不知道这原本是挂了什么画，是挂了一张蒙娜丽莎，他不知道哦。然后他就想说，为什么这里怎么有钉子凸出来，怎么没有东西呀？然后他就跑去跟那个保安说，哎，保安这边怎么有钉子没有画啊？这样子。然后那个保安还说，哦，这样哦，我们来看一下。然后才发现说，哦，对，那时候好像也没什么监视器，因为100多年前嘛，对，然后就看那个他们的那个照片啊，他说哦，我们的画被偷了，然后这个消息才被传出来，这样子真的很瞎他丢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一个画家还跑去跟那个保安人员讲说，这里好像怎么一个洞这样子哈，所以这么有名是这个蒙娜丽莎的由来，但是也是很有趣的一些细节啦。对，我在猜，如果那个艺术家没有跑去申请临摹的话，可能馆方也应该不知道吧。我听说那个可能过很久都还不知道真是太瞎，是法国的问题还是保安的问题呢？我听说故宫也失窃很多东西有时候文物太多，它是有固定清点、年度清点时间，像真实发生在泰勒美术馆的事情。他会想去博物馆偷东西，这个就是博物馆大盗。但是有的人他是把自己的东西偷偷的拿进去博物馆放，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这是真实案例。有位英国艺术家呢，有一天他就是异想天开，他就是把自己的画偷偷的就是拿到泰勒的现代美术馆去展览。那这个艺术家叫做克里亚图拉，他就是会幻想说我的画如果挂在这个美术馆多好，所以呢他就决定通过一场大胆的艺术闹剧他为了要证明什么，就是现代艺术的虚无，所以呢他就策划了一场瞒天过海的行动，他就偷偷的就夹带了一张自己很小的画作，就在那种外套里面这样子，趁着就是这个警卫转头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画给粘上去，因为没有挂钩嘛，他其实都准备好了，然后就是在一个比较空白的墙上，一面比较空的，而且他已经有观察过地形了，然后假装是游客，然后还偷偷的录影。真的有很多游客就是很认真的去注意他的画他并不知道说这一张画并不是在这个馆藏里面，而且有的人还跟他合影，还拍照啊，一直讨论说这张画怎么样这样子。他的所作所为呢就 po 上网了，他的这个的行为啊，跟这个艺术的定义跟观念思考受到一些挑战。怎么会有一张画，有一个艺术家他突然做了这件行为这样子？
他有没有被抓呢？其实事实上是没有的。这件事情是和平的落幕。保安呢，就是也是非常的有礼貌，就是把这个画就拿下来，就还给了他。这个其实是在这个艺术界、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然后被很多人讨论。但是这一件事情还是会经过很多的质疑嘛。但是这个艺术家其实也是成功的达到他的目的跟意义。历史上面呢，就是我查到的资料上面呢，就是说那个名画大概有5大的窃盗案。那最大窃盗案就是蒙娜丽莎，因为失窃才比较知名。那失窃那一年是1911年，所以已经真的非常久。但是这个偷的人啊，监守自盗，他其实就在这个博物馆里面，然后他就是趁着这个下班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画取下来。那张画真的非常的小，然后那这边会写上正确尺寸。那结果他就是藏在他的工作服，他那时候他们的博物馆那时候的工作人员是要穿那个白色工作服，那个就是蛮大件的一个长袍，他就被藏在里面。他被抓到的时候呢，他是说归还给意大利的佛罗伦斯乌菲兹美术馆，是因为他很爱国。可是因为他这样本来是小偷行为嘛，然后被变成意大利的英雄这样子。好，那最后当然是寻回来，就是在这个罗浮宫的展厅啊，那始终就是最多人的一区这样子。然后每次都看不到这样子，非常非常小的一张。美国的伊莎贝拉加纳艺术博物馆，它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窃盗案，它发生在1990年，然后包括说那个林布兰的这个加利海上风暴的，还有维米尔的音乐会，它那一张画就是2.5亿美元了。那总共偷了大概13件的艺术作品。那他的作案过程呢，就是人家都是在庆祝的时候啊，然后他就是冒充这个警察，然后进入博物馆里面，然后宣称就说这个有骚动啊，我要来处理这样子啊。那当然大家都看到警服嘛，那当时警察的权力是非常大的，也没有怀疑。他们这2个警察就把那里面的保安人员啊都一起把它绑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比较好方便就是窃盗。这个窃盗案是有史以来花了最久的时间，他总共花了81分钟偷走艺术品。但是这些艺术品啊，至今啊都是还没有找回来。然后呢，也是发出说悬赏500万美金，但是还是没有找到。第3个窃盗是挪威美术馆。挪威的呐喊，他这张呐喊真的超级衰，他总共就是被偷了2次，人家大部分都是被偷1次嘛。然后他这个是发生在1994年跟2004年。那1994年的那个窃盗案它是发生在这个冬季的运动会，这都是刚好在庆典的时候，人最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美术馆实在太好偷了，他就是破窗而入，然后很迅速的就把这个爱德华孟克的呐喊，他这个是1893年版的，他就很顺利的就偷走了。结果呢，这个窃贼呢真的实在很狂妄，他竟然留了一张纸条说，感谢可怜的保安系统啊，就是在讽刺他们这个保安系统真的是太差劲了，所以让他们觉得真的是很丢脸这样子。2004年的时候，其实是另外2个人，他是在白天的时候光明正大的时候，他就穿着那个也是武装的服装，他是光明正大就是抢那个孟克的那张画，然后呢就很迅速的就逃走。但2年后呢，这个挪威警方也是很顺利的追查了回来，也抓到了嫌犯。那这个嫌犯被判了这个6年的监狱，他被关了6年哦。然后呢，警察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偷孟克呢？而且用抢的呢，那么的粗暴，这样你明明知道会被抓。他说不，我一定要得到他。原来这个窃贼他说一直跟这个孟克有一个心电感应，因为他从小就是生长在这个家暴的家庭，然后呢他的精神就是不太正常嘛，然后他常常就是捂着耳朵，常常那边尖叫。他看到孟克这一张画，就觉得说他就是我就是他，我命中注定的一张画，所以呢他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结果他去关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竟然就在这个监狱里面无师自通，然后就画画，然后出来之后呢，还办了画展，然后就开始就是
成为了一个艺术家。其实这个《呐喊》这一张是比较有故事性，比较非常非常传奇的。那我会觉得说，天哪，他真的是爱这张画，爱到这种骨子里这样子。那这个名单里面呢，一定有梵谷嘛，就是这个梵谷的美术馆啊，窃盗案也是非常的多，包括是席凡宁根的海景，离开尼厄嫩教堂，然后这个过程呢，他们是发生在凌晨，也是2个人哦，他们很简单，就带着绳子跟梯子而已，跟这次一样，梯子是必备的，就是4-5分钟之内哦，但是他就是隔年他就被抓到了，这张画却一直找不到。那直到2016年的时候哦，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附近哦，他因为那个警方要缉毒要扫黑嘛，意外发现了这2张画，在黑帮老大这边发现了这2张画，然后那个黑帮老大说：“哇，嘿，这是我花500万欧买的耶！”然后呢，他就说：“那我上交好了，那我要减刑这样子。”所以这些窃盗真的是让人家觉得有点好笑诶，对，真的是在演喜剧吗？然后另外一个蛮大的窃盗案是发生在瑞士的布尔勒藏品馆，那这是发生在2008年，这个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例如说保罗塞尚的作品，就是穿红色马甲的男孩，这张一直没有找回来。是锁定梵谷的画，开花的罂粟花，然后另外一张是莫内维特尼附近的罂粟花田，还有一张就是窦家的勒皮克和他的女儿，哦，偷很多张诶，也是武装好哦，然后在博物馆关门的时候才进去，然后也是很迅速哦，短短几分钟之内哦，偷走了价值超过1.63亿美元的4张画作。但是这4张画作顺利的被找回来，哇，真是感恩呐，才让我们大家都可以继续看这些画这样子。另外呢，大家都听过毕卡索嘛，对不对？那毕卡索他有很多的名言啊，例如说就是我一生就是在学习小孩子画画。然后第2个名言也是很多人都非常的爱用，说坏的艺术家抄袭，好的艺术家窃取。可是呢，他的画啊，就是蛮有趣的一个现象是说，这么多的一个窃盗案里面哦，他窃盗数是最多的。就是说他那时候窃取别人的嘛，然后现在是人家是窃取他的作品，就是额外的一个故事这样子。你觉得哪一个最瞎呢？